你好，我是有为。这一集呢是从7月26号到9月7号的8月号度夏记录，拖得好久呀。还记得7月的时候那颗台尼台风吗？因为那时候呢风势跟雨其实都很大，所以我就把遮雨膜啊、遮阳网啊全部都先拆下来。这边就是刚遭受台风的样子。这个时候的损伤啊，大概就是还没有完全适应环境的。如果说多肉从韩国进口进来到台湾，然后我们种下去，大概也要经过1年的时间去适应环境，又有一点伤心。这个时候真的收了还蛮多盆的，但这时候的伤心都远远比不下后面的那些伤心。那因为雨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这些多肉啊、水伤啊，有一些都还蛮不好看的。这颗蓝鸟可能也是不太行了。哎呀，原本漂漂亮亮的玉蝶洛西玛，这个不知道是谁的。这些都还好的，都是从台东或者是台湾的农场买进来的这一些多肉，他们已经适应了这边的环境，所以就度夏的比较容易一点。梦露这一次状况真的都还很好，梦露都漂漂亮亮的。这边是没有遮雨也没有遮网的地方，看起来相对还可以耶，虽然有一点丑。那这一颗大白凤啊，因为没有遮雨嘛，它黑腐的地方全部都蔓延上去，而且虫，也是很多。这边有好多蓝菌的叶子哦。这些就是炭疽病啊，就是鱼里面的孢子，然后就会慢慢的让它一直掉叶子。总之，先来杀菌吧。这一颗法师也是最后的身影了，接下来1个月就不见了。那侧影田也是好好的，漂漂亮亮，颜色真的很美，很显色。这是我这个里面最开心的时候。这边的也都还可以，总觉得跟梦露有交种到的这些多肉都还不错。这边呢，就是这次台风带走的乌木类，真的就是不要淋雨，不然就要早点把它们养好。这些，对呀。这颗是红颜蜜语，也是都烂掉了，剩1颗。我那时候买了4颗哦。那这个催化的革命也是淋得很可怜，都烂掉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总之这就是2个礼拜以内我收掉的盆数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救大白凤。把这些烂掉的地方都切掉，虽然看起来有点可怕，但白凤是很坚强的，非常好入手。然后我是运气不好，它的时运不好，遇到了台风，又遇到了虫害。不对，先遇到了虫害，然后再遇到台风，然后又一直下雨，又焚风。你住在台东很辛苦耶。因为我找不到那个好一点、漂亮一点的刀子，我拿菜刀来割。那就像在清创一样啦。我最近呢在做牙齿，突然发现，
这跟做牙齿好像，一样都是要把被细菌侵害的地方都先挖掉。那这边的这个叶子啊，其实都有机会可以养出新的，我们就拔下来孵看看。去年啊，邻居看到的时候说：“这个怎么可以养得这么大颗？”我原本好骄傲，结果处理完以后啊，现在一点点啊，越剥越小啦，好心酸呐！这么小了，今年就没有打算要种成巨无霸啦，因为好难整理呀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这些水桑茎。这个茎干吸了太多的水，水分冲破多肉的细胞壁嘛，所以它就接下来就会去腐烂，就会变黑腐病，像刚刚大白凤那样。那我们趁它还没有完全变软，赶快能救多少是多少。那现在其实还很热啦，砍到这么小，能不能活，其实就靠它自己了。多肉植物就是一虚弱啊，就没办法对抗空气里面的这些坏菌，然后就会黑腐病啊、炭疽病啊，然后很快它就会回天乏术，所以它不是懒人植物啊，要多加照顾的。呀，这个烂的也是很彻底嘛。蓝鸟呢就很难孵，所以这些叶片呢没有什么用。但我还是会就是用那个侥幸的心态，我又把它放在旁边孵看看，如果有成功，就是我赚到啊。那之前呢，就会有一些肉友会说不要用剪刀剪多肉。我就在想，我之前也是很认真的用美工刀，然后每次都是新的刀片去切。我后来发现，不管用什么，体感上很像都差不多。我现在是有打算呢，去买一支好一点的剪刀。这颗已经没救了，叶心黑掉就整个没机会了。这一种啊，就回天乏术。那这个呢，稍微还有一点点机会，一点点。一样就是那个问题，因为现在很热，它的大小如果比5块钱还小的话，几乎上就没有什么机会了。那红木真的好难养哦。然后这个是拉维雪莲，它也是就是吸了太多的雨水，然后就慢慢的烂掉。其实如果不管它，应该也还可以，但我有点害怕，我很怕它就是会没有，所以我还是把它砍下来了。其实看起来还好啦，只是就是颜色的部分会很害怕而已。这一周啊，就收掉了这么多盆，就是过完台风以后的下一周。当然，有的旧的我就尽量取下来，等它们干燥、天气好一点，我再来种。接下来呢就不熟了，因为实在是有一点伤心。其实一来是因为台风，那二来就是我真的很忙碌。对，然后也太懒惰了。果然懒惰是没办法养好东西的呢，也没办法做好事情。再来，这边就是收掉的这一些。那这个土呢，因为有病菌，然后其实上面也有还蛮多那个红蜘蛛的卵，所以为了要抑制这些病菌的问题，我就把土都丢掉了。这个盆是水泥盆。
就如果你是新手，我建议不要买，不要买。应该要先抓好环境，然后抓好这个植物的特性以后再去配，不然如果一开始用这个，你会很容易收盆收到很心酸。好啦，这边的土收一收，大概10几公斤吧，10几20公斤，其实真的很花钱。但每年都是这样去年因为台风倒了，就还是在做这些事情。想一想也是好事啦，就顺便可以提早开始换盆啦。8月3号这周，这一座的梦露天都还好好的。然后就是暑假的下半场开始了，我就进入了超级忙碌的生活。店里面很忙，然后小孩又回来，然后身体太累了。8月的浇水频率呢是2周1次。回家休息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动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竹影法师的遗照可惜了我的第一颗法师。为什么会在1个月里面变成这样呢？我原本呢是用1周浇1次水，每次浇水我都会顺便夜喷营养液跟杀菌的甲壳素。就算我没有使用甲壳素，光是浇水，其实你就可以有效的抑制叶螨。有经验的大家一看就知道，这个其实都是大部分虫害，那就是土壤太过干燥然后叶螨长得太多了，叶螨多到整个对。所以我的法师呢，杆子都已经没了。哎呀，事实真的是很可惜。打包，然后就到了晚上。这一颗是我原本要做成大多头的晚霞，但在今年的就是疏忽照顾，也只是1个月的时间而已。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好在还有这一颗，你看这一颗晚霞的大头，它是胶种，它也是很漂亮。那状况呢就很好。夏天的浇水准则，像我的环境呢，我就会在晚上浇，洗叶子，然后顺便除一些虫。枯叶的上面就是会长那些小小的飞虫。当你的盆土越干燥，然后越多枯叶，这些小小的飞虫就会越来越多，然后咬了叶子以后呢，就会出现那些小小黑黑的斑点，植物就越来越虚弱啦。我整理了半个下午，一直到晚上，那还有一半都还没有做好。不过有一些状况不好的，我都先脱盆起来了啦，等干燥就可以换进新盆了。虽然这一整部影片我都还蛮伤心的，在拍的时候，不过都是我知道是因为我没有好好照顾的原因，才会让他们长成现在的样子。所以呢，这一集影片总结就是，多肉植物才不是什么懒人植物。如果有人说它很好养，一定是因为那个人很勤劳。那么今天多肉度夏月的8月报影片就到这里咯，我是有谢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最期待的秋天跟冬天即将快来了，再忍耐一下下，再努力一下下，拜拜。这一颗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，我有多头的皇后啦。